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建模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这边的话，上路对线的话，它这边可以看到出装也是很暴力啊，是什么幽梦、破剑者，然后大穿甲。我们看一下这种对线。前期的话倒还好，这边的话是爆破，然后加上复苏之风。前期的话也是开始博弈，而对方学的是 E， 这边让他拉扯掉了。他对方学 E 你就老老实实的别想了，你前期包打不过的呀，稳经验就行了，是吧？这里嘿嘿。像对面学 W 的话，你就学 E 就好了，就不要去跟他换血。如果他学 E 技能，你就学 Q 就好了。如果你玩万豪的话，怎么对线建模呢？就是你万豪就看对方建模，如果建模学 Q， 你就直接你是万豪的话，你就学 E。如果万豪学的那个建模学的是第一级点的是 E 技能的话，你就学个 Q 就好了。就万豪来说的话，前期的话就一定要去博弈啊。对方如果学的 W， 你是怎么跟他换血都是亏的，所以你就直接 E 技能去躲对方技能就好了。但如果对方学 E 的话，你就学 Q， 然后利用骸骨跟他换血，是不亏的。打万豪的话就没必要出肉装，一定要出输出装，把输出打出来就行了，天赋带3率就行了，这样的话有一定的容错。就第一件，如果说你先做鞋子也是可以，但是他这边的话是选择先做幽梦，为什么？做幽梦的话伤害会更足一些，然后如果你做了鞋子的话，可能伤害会有点就是差一些，就是节奏会拖一点点。像打剑姬或者武器什么的话，你一定要去学 W， 就要逼他把那个关键技能交出来。命中以后对对方来说，就是他需要交一些技能，或者说硬吃一些伤害，要走出那个位置。不然其他英雄的话，其实 W 的话不关键。看到没有？这边的话。这里面有个点就是这就是绝火锅的一个游戏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真的是你打很多把上单才能慢慢总结出来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能总结出来这种很浅显的道理，就他甚至连对线英雄他都自己搞不明白，所以为什么要让你们去多看一些高手的视频就是要去学。但你们看有一些人还真又不懂，那所以我现在都是加入我的一点点的理解，但不能说是全面，可能有一些我也会自己也会说错，需要你们对吧？去纠正，评论区说出来，不要一上来就说这你打的什么讲的什么勾巴东西什么什么的。你这样骂没用的，你只要指出我的问题，我认为是确实是我的问题，我会感谢你的评论，对吧？我也会去学习，这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态度，你也要给我一个正向的评论，知道吧？而不是说一上来骂你，那有什么用呢？
就跟你们小时候一样，你们父母不跟你讲道理，一上来就骂你，你会听吗？不会的。反正现在的话就是有一定的优势以后，频繁的利用 Q 技能去消耗对方就好了。手是比对方长的，所以剑魔是不怕。剑魔好处就好在它的 Q 技能啊，可以在一个中远距离的一个消耗。如果利用力技能的话啊，可以算是手长一类的那个上单了。但这边你看没有，伤害是有多变态？如果没有吃这个的话，还真有可能被烫死了。万豪这个英雄会玩的话，他一个平 A 接 Q 再接 A 是吧？伤害就基本上到半血了。一个 Q 再给个点燃，直接收掉。但万豪唯一不行的就是他血量低的时候啊，他的容错真的也是好低。这个英雄，像前面刚刚说的那一套思路啊，其实剑魔是大概率稳赢线的。就去你能去反制对方，知道吧？但他这套出装呢，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去做，因为他这套出装呢就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就是想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然后辐射给队友。因为带幽梦，你就很想明白，他就是跑图更快，然后爆发瞬间打出来，对吧？让对方减员，这样的话团战就是有利的一方。幽梦并不是拿来说，在线上很强势的装备。如果是线上很强势的装备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做它，但不是，它更多的是跑图啊，或者说在团战的时候啊，利用幽梦。能切到对面 C 位，或者说让对方直接减员，有个这么小爆发。这里面的哈，利用幽梦啊，就是对方根本就追不到你，而且幽梦的话是这里的话啊，他没有 W 的啊。直接一个啊，攻防兼备啊！你看他对面万豪想要拉扯你的时候啊，根本就拉不到啊。这边有幽梦，跑得比谁都快，而且幽梦的话，万豪那个剑魔又不用说一上来就要 A 掉这个幽梦，更多的是啊利用 Q 技能。这样的话。其实万豪这个英雄啊，瑟提这个英雄，并没有说加强，但就是因为这个版本，他就是吃到这个版本红利，所以万豪看起来这版本其实挺强的。但他其实还是说，就是说，就这个版本中有个点就是没有说特别轮椅的英雄，一个大招。看到了没？哎，我跟你说，这版本剑魔也是吃到了版本红利，你知道吧？剑魔这个版本很强，强度非常的高，特别是开了大招以后啊，他那个回血，你就算出重伤，回来有个屌用，一点用没有。哇，这个机器人有点吓人。他要稳稳的 Q， 哎，就是 Q 不到。你看这里面有幽梦的一个优势就在这里面，他的448的移速啊，就是这样的话，你的主动性就是很高。上来就给你打消耗，大招一开。3个人是吧？哦，被拉回去了，出事了。
哎，这波他有闪现他不交，看见没有？这就是他自己纯浪到吧？应该是这个机器人的最后一点点啊，还是勾到了。这边是判断失误，以为对方的手应该没有那么长。哎，看到没有？这个打野刷野的那个速度啊，这版本打野你不会吸血的话，就是吃队友经济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队友。啊，合格的打野说错了。我感觉这版本中单就是除了这种 T1或者 T0的中单，或者说梅尔这种啊，就混着，你就是能一个 EQ 接 A， 然后再大招秒人的这种，不然都没什么用。这个位置是有眼的。像刚刚往上面一走啊，机器人立马就跑了，而不是说继续往前追，说明一个点，他是知道这个剑魔是往上走，然后他就立刻往后退了，你知道吧？这种就是你要去根据别人的判断自己这边有没有眼。这里的话最好让队友不要打。这种情况下少人，而且这边赶过去的话，团战也已经有点久。哎，别说，哎，真别说，这个兵女拖的时间够久哎。来了，对方传送，开大灭，先秒一个。这边准备一个 Q 闪吗？啊 ，QE， 再一个 Q 收掉一个。这边大妹是续上的，完全不怕上来，在AOE 打满了，但是还想要收，估计不行了，大妹没了。啊，对面瑞兹做什么？做冰心？他要克制谁啊？他要克制佛耶哥吗？没什么用吧，做冰心克制佛耶哥，三绿的话，他这套三绿的话带法就是比三皇来说的话，就是有个好处就是续航肯定是，就是续航肯定是没有。这里的话啊，一个小击飞打断对方的车，只要瑞兹吃到控制的话，他这个车就开不了的。就三绿的话比三皇的话就是续航更好，然后伤害更高，但是呢容错其实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三绿的话容错就是好。可以看到他前面那一波团战里面啊，有三绿的情况下，他的优势。这里的话，就这种欲擒故纵啊，要勾引一下对方。反正队友已经回去了，没关系的。勾引一下，让他们出来打。哦，真来了，但是被拉到了，血亏。万豪这英雄还是有点恶心的。哎，就万豪这英雄啊，说实话没道理的，就是他已经0-5了，知道吧？但是虽然说确实是血量不是很健康啊，但是你这边已经优势够大了，他的经济你看这边都已经3件套了，他才2件套，2件半吧。但是问题来了，他就是说你前面操作他多少波无所谓，但是你只要被他逮到一次机会，你就得掉点。
说实话，现在有个点啊，小版本的变化确实很快啊，而且这现在的小版本变化跟之前比起来，以前这小版本变化是，感觉无足轻重的。现在的小版本变化，说实话，真的是有点难受。就是你刚学的，比如说我刚做的一些，就半个月前吧，可能这次小版本一更新，这个英雄好像又不能这么玩了，对吧？这样的话，对方交了2个闪现啊，直接可以拿龙了。打射体这个英雄啊，一定要做青龙刀。如果说对面盾太多，你就先做纳什之牙；如果不是很多盾的话，就直接第2件做青龙刀都可以，你就看着办吧。等这输出啊，直接跟对方爆了。上来一个 Q，4杀到手，能拿5杀吗？好像还真可以。QA 一个 Q，5杀到手。再做一个青龙刀。游戏进入到尾声，队友应该是可以直接推完了。那行，那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